dollars began to look much less appealing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. Especially as the US dollar is losing global might and facing devaluation and debasement. 今天阿拉伯国家积极的参与去美元化，没有了要求美元作唯一一个可以买石油的货币，那美元这是会崩溃吗？万一美元真的崩溃，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？在这个去美元化的时代里，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？今天为大家探讨，要探讨为什么美元可能会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。首先让我们明白美元是如何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。其实100多年前，当时的世界货币不是美元，而是英镑。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英国欠债累累，而美国因为当时出口了大量的武器还有其他的产品，也是战后唯一一个国家受战争的影响比较小的，它的生产力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。所以在1945年，在布雷顿森林里，各国元首聚在一起达成了协议，同意用美元作为世界的货币。那用美元做全世界的贸易和投资，那就不用再把黄金搬来搬去了。当时用美元是合理的。除了美国有世界上最多的黄金之外，另外美国也是当时全世界经济最强的国家，它有最大的生产力，最大的出口量，也是最大的入口国家。而全世界用了单一个货币来结算的话，也是方便那些生产商不需要收多种货币，中间又换来换去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是西德要卖给澳洲，他就不会怕澳洲的货币突然暴跌，而大家是用一个相对平稳的美金来做结算。那还有一个理由呢，就是在债券市场里面，美元的债券市场也是最大的，所以很多的出口国他们有了贸易的盈余，赚了外汇之后，他可以把这些外汇投资到美元债券，这些原因使到美元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世界最强的，也可能是唯一的通用的世界货币。那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，美国的经济当时是相当的繁荣。当一个国家经济好的时候，他们消费会提升，他们的进口会比出口的多，这就产生了长期的贸易赤字。另外，美国的公司也到处去投资，在资本账户上面也有赤字，更多的美元是离开了美国本土。那其他的国家收到了美元之后，真的有跑回来，美国要求换回黄金，其中一个就是法国。当时的法国大量的换美金，提走了黄金。在1971年，当时的美国总统 Nixon 宣布之后的美元不能够再换黄金了，也就是说废除了金本位，美元和黄金脱钩。那美元没有了黄金之后，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是立马崩溃。从1971年到74年，全世界抛售美元，美元的购买力是大量的贬值。所以我们看到70年代的高通胀，还有石油价格的暴涨，都是因为美元大幅度的贬值了，也使到美国的经济在70年代出现衰退。直到1974年，美国和沙地阿拉伯达成了协议，一方面美国支持沙地阿拉伯，给他很多的军事保护，另外一方面沙地阿拉伯同意以后只收美金，不收其他的货币来卖石油。从1974年开始，美金又成为了 petrodollar 石油美元。那因为全世界很多国家都需要进口买石油，所以美金的价值又回来了，全世界都愿意收美金，因为他们知道美金有市场有价值，他们出口之后收到美金，可以在世界上投资和换其他的货币或者是货品。那其实呢，当时全世界是很乐意支持美元成为唯一一个世界强大的货币的，因为当时美国真的是最大的经济体，最大的消费者，而没有了黄金的限制，美国可以印更多的钞票，有了更多的钞票，他们就可以消费买更多的产品，使到这些第三世界新兴的国家
可以靠出口来振兴经济。我们看到当时80年代的日本出现了经济的奇迹，就是因为大量的货品可以出口给美国，而美国可以长期的进口比它出口更多的产品，这就是长期的贸易赤字。当时日本是繁荣了，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和9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其实都是受益于这个没有黄金的美金体系。最大的好处还是美国享用的，因为它可以印刷钞票，有更多更便宜的资金，这就有利美国的企业和个人做投资和消费，也使到美国的经济长期来都是繁荣的。偶然有了经济的衰退，美国政府又可以用财政的赤字或者货币政策的宽松，使到经济再回到扩张期，也就是经济继续的良好。而单一的美元货币也帮助了全球化的贸易和生产，所以有了全球化的贸易和生产，就算美国印了大量的钞票，通胀也没有出现，也让美国政府可以长期的有财政的赤字，因为它的国债永远有人去买，而美国的企业也有了这些资金，可以在全世界去扩展和收购其他国家的企业或者资源，这就造就了长期的美国的繁荣。那现在没有了要求美元作为一个可以买石油的货币，代表着美元不再是一个货币独大，它的世界霸权的地位在逐渐的减少，没有了石油的支持，不再是 petrodollar， 那又没有黄金，又没有石油做支持，那美金真的不知道拿来干什么。虽然我们不能肯定美元是100%会崩溃，前车可鉴。我们看看以前曾经是世界储备货币的，当他们失去了这个地位之后，会跌多少？那 Ray Dalio 曾经研究过，荷兰盾曾经是世界的货币，当它失去了这个世界货币的地位之后，10年内是贬值，跌了66.7%。英镑曾经是世界货币，而在2战之后失去了这个世界货币的地位，在1949年是贬值了30%，到了60年代又再贬值多20几个%，总共接近一半不见掉了。那 Ray Dalio 也提出，一个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也有它的生命周期，一般来说平均是94年。那如果我们从1945年作为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开始，那加上94年的话，就到了2039年，美元就会完全失去它的储备货币的地位。这样看来我们还有好几年哦。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一点，现在是一个信息年代，信息的流通是更快，全世界的行动也有可能是更加一致，所以美元年代的结束可能要比2039年来得更早。美元也不需要完全失去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，这个世界上可能有第2个、第3个共存，但只要美元不再是唯一一个强大的储备货币，其他的国家可以用其他的货币来做贸易的话，这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已经是非常的深远了。香港有句话叫借了钱总是要还的，那美国之前享受了美元霸权，印发了很多的钞票，而把通胀输到了全世界，使到美国没有太高的通胀，这一笔债是要还的。当全世界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美元的时候，他们会把美元还到美国本土，这时候美国突然之间有了大量的美元，美元的通胀会远远比现在要高很多。然后以前靠出口赚了美元做外汇的，回到美国买美债的这些国家和企业就会减少来买美元国债，这会使到美国政府靠借债来维持它的财政赤字的会更头痛，因为美债买家减少了之后，他需要用更高的殖利率来吸引买家，当然更高的通胀也会使到美联储升息，这就会使到经济出现衰退，甚至有可能是大萧条。那现在美国已经有很多的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，如果经济进一步的变坏的话，美国的治安问题又会是更严重。那当然美元崩溃不一定会发生，我个人觉得发生的机会也不小，所以不怕一万
只怕万一，我们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，我们要事先预备，万一这个美元崩溃真的发生了，首先我们不要再持有大量的现金，因为当美元崩溃的时候，这些现金会贬值，它的购买力会进一步的缩小。那就算不是美元的货币，其实他们背后的外汇储备还是有大量的美元，所以我们也不要持有太多的现金。债券就更加不要买了，因为买了债券是为了赚那么一点点的利率，等到很久的以后才拿回这些贬值的钞票，一旦美元崩溃的话，收益率会暴升，债券的价格也会暴跌，所以债券绝对是低回报高风险的投资。那房地产呢？理论上房地产是真的资产，可以对冲货币的贬值，但是一旦美元崩溃，利率上涨会使到公楼的利息也上涨，所以楼价在短期内也会非常的波动。而且房地产要卖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我们需要套现的话，在一个金融危机的时候是很难去套现的，除非我们是打了很大的折扣去贱卖，所以我们也不要买太多的房地产。我个人觉得呢，在现在这个去美元化的时代里，可以考虑投资一些重要的资源和贵金属，因为当大家不再想要这些货币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要真金白银。当然除了真金白银之外，还有其他的贵金属，还有其他的资源，包括石油、天然气、商品、粮食、农产品。我们可以是买商品指数，也可以是买生产这些商品的企业。那说到了黄金和白银，我们也小心其中一个风险，因为黄金和白银是没有利息的，当利息上涨的时候，对他们也不是太有利。所以我们看到在2022年初期的时候，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也下跌了，就是因为美联储在升息。当然现在人家对货币失去了信心，真金白银也涨了不少了，现在买的话也有高追的风险，大家量力而为，作为一个分散投资，而不是去赌它会涨多少。最后我们要留意的就是，当越来越多人预期美金会跌的时候，他们会去抛售美金，甚至做空美金，这个抛售和做空又会使到美金的跌幅增加。一旦去美元化发生的话，我个人感觉不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而会发生的很快很急，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。当然我也会帮助大家留意，在全世界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，在大家过分悲观的时间里，我们是更加应该要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做研究，来发掘一些优质的票。那在这里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的，所以我经常说，投资股票要成功，要有超级盈利的话，先要练到自己的心态能够长期安心。如果大家对如何可以长期安心的得到超级盈利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，大家赶快把握未来带来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投资机会。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，记得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